知宿世为宿命名，知未来为天也明。断尽烦恼为漏尽明，彻底通达三明谓之三达。三达剑是前朝剑客方君宇基于佛学创立的剑法。其弟子释去故法师后皈依南少林，成菩提院首座，将剑法演化涵盖三法印的奥义，成三法印剑。第一式无常。无常剑是简至极，核心在于寻敌破战，并击破之。首先，永远是后发制人。一名剑客厉害及震撼的招数，不在于出剑，而在于藏剑。剑尚未出鞘，无人知其刺向何处，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，便没有破绽。天下无人能免。抓住其破绽，并急速攻之，战况立现。其次，攻击路径螺旋直线。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？剑刃于破绽处之距，最短为直线。所以这就决定了无常剑士攻击路径必须直线，在通达两点之间，最快既不是弧也不是直，而是螺旋直线。因此，无常剑法出动时，手腕做接近整圆的旋转，以螺旋直线的方式行进，实现速度与破坏力的最大化。第二式无我。武学思想源于诸法无我，以单一招式应对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无我剑士是天下最强的手招，既是防守，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。对于一柄剑，可以看作是一条线，点动成线，线动成面，而圆即是其可以获取最大面积的形。以不断的旋转加强其重力加速度，在防御的同时，将对方的进攻化为反作用。第三式，涅槃往生。武学思想源于涅槃寂静，核心策略在于急变。在出手的瞬间，剑路做出多种变化，每一种变化都蕴藏杀机，令敌手无隙应对。无常剑士其高明之处在以观念为上，将剑术以微战术方式来运为，学习者略有基础即可，无需修习几年甚至几十年，对体能内力也无要求。而无我涅槃剑士无法速成，需日日操练觉悟，方可寸进。爷，慢走您。二爷，里边请。哎，席正掌柜。来喽。二位爷，您的茶，慢用。穆青兄，你这看起来也不着急啊。你觉得我应该心急如焚才是？我跟存清大人多年了，
大人现在必然心急如焚，忙仲没多少天了。我们找不到，卓不凡一样找不到。我们急没用，卓不凡急同样没用。昨夜我将整件事情重新推演了一番，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犯错，没有遗漏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新的线索才能继续往下走。卓不凡也是，若说着急，他和他背后的人要比我们和存金大人更急才是。几番交手，他手里的筹码还是当初的那一个戒律封印。可我们现在知道，封印不只是一份，甚至不只是2份，所以在寻宝的线索上，卓不凡未有寸进，根本没占上风。我们看似无功而返，实则摸清了所有的势力。我还把那个柳林压在身边，我们要是得不到信息，别人也不会比我们多得1分。如果要是有同盟会的人来找柳林，我们还能趁机一网打尽。没错，卓不凡现在肯定急着寻找封印，他背后的人也会急着帮他。他们急，我们就不用急。虽然不能说是守株待兔，但以逸待劳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。哪儿还有什么线索呀？过去的事情，你经历过。内务府寻宝失败后，这事儿就搁下了，记录也是含糊其辞。我就不信了，难道就没有值得再找找的可能？王爷说的没错，要说有，确实有，但不是线索。一件旧事，不妨可以查一查啊。你说说。投奔朝廷的南少林戒律院首座传人许鹤给我说过一件事。他说他见过达摩院第3代首座传人。达摩传人是个碾子，同治4年，就是他在杀害大清蒙古族精锐骑兵的曹州一役中刺杀了僧格林沁。同治7年，东捻被李鸿章淮军围困，突围失败，全军覆没。当时达摩首座传人身负重伤，他去投靠他的师叔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师叔已经投靠了朝廷，所以达摩传人前脚进了他家，后脚内务府的人就到了。6名高手率几十名侍卫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可惜达摩传人功夫太高，那天伏击，他带着伤，依旧负隅顽抗，手刃了便捷的戒律院守护，砍杀侍卫不计，从6名大内高手手下脱身而去。但6大高手死死地咬住他，一直追到东营天宁寺，最终在附近的郊野将他堵截。双方一场血战，6名大内高手死了4名，达摩传人最终身中19刀，跌入河中，被水冲走。被水冲走，不见尸身。对，跌入河中，那就是生死未卜啊。是。那6名高手中，武艺有多高啊？一个是后来的内衙头等侍卫栾毅，另一个人就是我。确实是高手。当年为免后患，我和栾毅2人顺着河边一直寻找数十日，直到入海口，也没有见到尸首。但你们回禀内务府时说的可是将其击毙啊！当时年少，害怕责罚，毕竟是全军覆没，若不能诛杀那人，交不了差。这43年来，我和栾毅一直觉得，我们并没有杀掉那个达摩传人。40多年了，就算那人还活着，应该60、70岁了吧？所以，这不能算线索，只是一件旧事。旧事重提，因为是旧事，未必妥善解决呀。王爷圣明。
达摩首座，达摩封印。你到天津卫一带去查，此人姓张，倘若还在人世，这个人应该是60、70岁。你要的线索，我已经给你找来了。那内衙没死的那2位高手，可否一见？那2个人是43年前没死，难道你觉着还能活到现在吗？那既然是43年前的残缺线索，如何查得下去？赵佛，王爷，王爷，直接说。小人过去是天津卫的文书，曾20年前参加天津卫周边县志的编写，偶然在武清郊县，遇到一个老疯子，此人神志不清，但却跟人说自己是武林高手，一代宗师，成为乡民的笑柄。我当时对他特别感兴趣，就观察他，偶然发现他在野外抓野兔，身手如电，匪夷所思。这个老疯子，居无定所，荒野、废墟、街道、灌木丛，都是他的栖身之地。也有人说，他非常辛苦地采摘各种新鲜水果，拿到庙宇当中虔诚叩拜。我想此人必定不凡。这样的线索，你还觉得残缺吗？四喜丸子、紫苏肉、带瓣肘子、京酱肉丝、炒合菜。塔斯米是个啥？来一个啊！醋牛木须，烤鸭咱必须尝尝吧？米粉冰兄，我们就3个人，这太多了。别管了，这个豌豆黄、开口笑、驴打滚，再来一豆汁儿，怎么样？小二，来点菜，来了，二位爷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4喜丸子、紫苏肉，等我一下啊，我看到了一位故人。前辈，见过前辈。谁是你的前辈啊？前辈2次救我性命，我对您感恩不尽。那是你死不了，碰巧我遇到了，算不上救你。前辈存心搭救也好，无心之举也罢，对我来说都是再造之恩。你这么快就从山西跑到京城来了？你要追的人追到了吗？还没。我要追的人，他们也来京城了，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。还请前辈指点。指点你什么？先前2次，若不是因为您，我绝无可能再追上线索。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何人，意欲何为，但你所做的事情确实一直在帮我。今天我又到了一筹莫展的境地，您就出现了，难道不是来指点我的？哎呀，让你做个地保真是屈才了。你还是回家吧。是，案子了结，我自然就会回家去。你不是让我点拨你吗？我让你回家去。真是不会拐弯，非得让我跟你说明了是吗？回你的大姑去。你要追的人去那儿了？卓不凡去大姑了，案从大姑起，他又回到了大姑，这是……你别问我，自己去弄清楚吧。前辈，你一定知道很多的事情，能不能多给我讲一点？世事茫茫难自料，春愁暗暗独成眠。而身背使命，肩负重任，王家洛，你要活下去啊！前辈，妈的！
这豆汁儿啊，真不是人喝的东西啊！各个关节都疏通好了，你去南方的任命也下来了，你尽快安排过去吧。是。这么安排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父亲安排我离开，是等起事的时候，我可以避嫌。没错。同时，你可以统帅亲军在南方策应，万一有个意外，还算有个退路。父亲的安排不会有意外的。我始终觉得，净坛密藏最终还会在福建现实，所以在商量你是去江浙还是福建的时候，权衡再三，最后决定你还是去福建。那父亲您派出追查净坛密藏的人，卓不凡在浮土寺失手了，那里的线索啊落入内务府手中，无需担心。东西在内务府，并不是拿不回来。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卓不凡带回一个消息。原本我以为找到另一半宝图就真相大白了，结果现在才知道，宝图共有3份。那卓不凡有没有查到第3份宝图的下落？只有一点可能，就在天津卫。卓不凡去查了。天津正好是我驻军的辖区，要不要我安排人去查一下？不妥，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。北洋现在已经对宝藏有所动作，你若出手，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注目，弄不好还会惊动在野的那个大头。我借助江湖力量，就是为了防止引人忌惮。那卓不凡他是否可靠啊？天下没有可靠的人，只有可靠的筹码。你岳父让卓不凡去了天津。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用管那边的事情，有人在做。谢协长，需不需要我暗中派人？不用。密藏的事情有人负责，钟将军无需插手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你岳父想让你去福建，我们就让你去了？不知。如果对钟将军没有信任，你怎么可能调任福建，还这么快？就是因为北洋完全相信钟将军，所以你调任福建，看似是你岳父的一步棋，但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筹码。你可不要因为别的小事儿而乱了大局。明白，谢协长点拨。门三刀把那个柳林留在了自己的身边，却没有把她送去刑部，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肯定还掌握着重要的秘密。门三刀不可能一直把她带在身边，他总不能带着她一起进宫吧？你难道想劫走她？这个女人应该不会跟门三刀合作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门三刀带着她，就是因为不得已，他问不出他想要知道的事情。可以试一试我们的迷幻剂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或许用它可以问出来。是，那我这就抓紧去安排。注意不要和门三刀发生正面的冲突，一定要小心。
这些人不像是你的革命同志吧？正好，让我试试刀。第一式，无常。无常剑是简至极。武学思想源于诸行无常，永远是后发制人。剑尚未出鞘，无人知其刺向何处，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，便没有破绽。天下无人能免。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？在通达2点之间，最快极不是弧，也不是直，而是螺旋之线。第二式无我。无我剑是天下最强的手招，既是防守，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。对于一柄剑，可以看作是一条线，剪动成线，线动成面，化方为圆，即可形成一面强有力的防护阵。这是你继承的菩提园3法印剑吧？不过我用的是刀，难怪没那么厉害。这还不厉害啊？厉害你还能受伤啊？忍着点儿。那些都是什么人？想帮你的人多了，荣天陵想，日本人想，北洋说不定也想。肯定不是北洋。要是北洋的话，直接拿枪了，你还能赢得了？那说不定。也不是荣天岭，他们没有那么多人，而且你好像是打不过卓不凡的吧？我跟他并未分出胜负。能用这个的，只能是日本人。你打他们倒是挺厉害啊，他们没有高手是吧？你怎么说话？别动！日本人也在找金坛秘藏。那不是你。别动，疼也忍着。那我被日本人抓走，跟被你囚禁起来也没什么区别。区别大了。哦。我要是寻到秘藏，朝廷可以休养生息；北洋若是寻到秘藏，他们就更加嚣张跋扈。可不论谁找的秘藏，都对日本人没好处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最好谁都找不到。我若是日本人，抓你比杀你来得更稳妥些。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人都有贪念，也许他们想试试能不能从你嘴里撬出一些秘密来。你学过医啊？没有。不过我曾经为很多革命同志处理过伤势，那些伤，多半都是被你们这种亲亲走狗造成的。你能不能还叫鹰犬，别叫走狗？走狗也太难听了吧！哎，你们这帮革命者，勇气可嘉，但实在是自不量力，动不动100人甚至几十人就敢去搞起义。大清100年基业，纵然这些年受内忧外患，国力有所不济，那也不是一个流窜海外的孙文能够扭转，区区几个不要命的革命党就能撼动的呀。你不过是一处小伤，无关大碍。可是如果置之不管，过几天就会感染，就会腐烂。如果依然不管不顾，过不了太久，这条手臂就会废，只能截掉。要是还不去治疗，
就会整个人都会因此死掉。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发起的一次次起义，看似只是留下了一道微不足道的窗口，可是大清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治疗。终于有一天，这道伤口会蔓延，会越来越大，最终会致命。这就像我和你的差别，母亲大人。你很厉害，你的强大会令很多人惧怕，但是我从来不怕你，这就是革命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我撼不动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，哪怕把命都搭上，我都要试一试，因为我坚信，自己最终一定能够获胜。这不做图什么呢？难道你愿意看着这个国家和国人在危难之中不愿意施加援手吗？光绪年间为什么有变法？变法受益的是谁？利益受损的又是谁？这几个问题，当年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同先帝探讨。变法受益的是国，是民，多少会损害皇族的利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维新不过百日耳。我是满人，虽说我是满人，但我知道，若是现在大清还以家天下君临的体系维系，而不选择立宪的话，最终将会被拖入泥潭的。母亲大人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不是寻常的鹰犬。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是认可改变的，你很清楚，现在的青天只是苟延残喘，到这个时候还不愿意放弃一点点利益，眼睁睁要把整个国家带入绝境。这个国家充满希望，但是这个王权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你要相信孙先生，相信同盟会。我不信。孙文没有兵没有枪，只有你们这些满腔热血没有脑子的神经病。我根本不相信你们同盟会有改天换地的本事。我认可你所想，但我不认可你所为。以卵击石是没有结果的。你们大大小小搞了几十次起义，有哪一次不是完败？哪一次不是全军覆没？你们折腾来折腾去，改变什么了？民智。每一次反抗和斗争都是在开启民智。省省啊！你们真的成不了事儿。没事，你总有一天会相信的。你知道摄政王载沣也在积极推行立宪吗？而且已经2次改变了预期立宪日程，从宣统9年提前到宣统5年。朝廷不是你想的，都是在维护利益的守旧派，也是有在积极维新自救的人的。皇室立宪，我势必赞同，但我绝不容许你们这些外人企图颠覆朝廷。我对你没有恨意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为了自己，你们也是为国为民。但你们想的太简单，做的也太极端了。你若是真想被我问你，那就老老实实的，别给朝廷添乱。等载沣王爷尽快扫平内患，早日推动立宪。看在今日你给我包扎的份上，聊的这些革命我也还送你。下次你若想聊，我们约行房。别，今天不是我要聊的，是你先聊的。你问我是不是学过医，我就说以前给我们同志处理过伤势。接着你就开始叨说了一大堆我们同盟会怎么不行的话。我是看在你受伤的情况下陪你说了几句而已，你怎么能自己聊痛快了，反而找我算账呢？你急什么啊？我又没说要给你动刑。你说这次送我了，凭什么？你自己想说就说，凭什么记在我账上？好，当我没说过啊。怎么能当你没说呢？你都说了送1次了，说出来的话你还能咽回去？那你要怎样？送我这次我攒着，下次再用。看你们同盟会这斤斤计较的样子，就你们这点气量，还能把天给变了？让路。你带了有10几个人吧？15个。你带15个人打不过1个人。大内高手什么时候这么厉害？我也没想到门三刀的武功会这么厉害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们就该直接杀了刘丽。算了，你也尽力了，不能怪你。只是门三刀的实力确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他毕竟没有办法成天把人带在身边，
我们总能再找到机会。以门三刀的才智和能力来说，这次没能得手，我们想再找什么机会，将会变得很难很难。我会派人叫他们继续盯着。你还真的是个读书人啊！才看出来呀。啊，我平时不公干的时候就不穿捕快的衣服了。你这身衣服，再加上这一屋子的书，你若不说，谁知道你是捕快啊？我爹从小就教我读书，我都成习惯了。现在不忙的时候。不读书都不知道该干嘛。你不练武吗？我们大姑是个小地方，也没什么歹人，练了武也派不上用场。哎，但有的时候我去找我师傅，师傅会拉着我练一练，还会训我。怎么训你啊？师傅说话不利索，就是打我呗。训我一定是因为我没好好用功。你师傅是谁啊？你这么厉害，你师傅也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吧？不知道，问了师傅几次，他都不说。但我估计，我师傅以前应该是个武林高手，只是后来不幸被伤了脑子，变得疯疯癫癫的，现在以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。我记得做捕快第2年，抓了几个乱匪。拿了一些赏银，我就给师傅盖了间房，就是这间。我是想他老人家如果住得近一点，我还能照顾一下他。哪成想，师傅就进去看了一眼，再也没进去过，怎么劝都没用。好在我师傅身手还是了得的，所以东跑西跑也没什么问题。所以，我就偶尔去看看他，给他买些吃的。那你这次回来去看他吗？说实话，我这次回来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。上次见的那个前辈让我回来的，见过他2次，指点我2次，应该是有原因的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既然不知道干嘛的话，我就去看看师傅。这次丁宇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？今天怎么那么多问题？43协的人不能进京，丁宇去通知他们，明天到。但就算是他们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让他们干嘛。那你就别想了，就当是回来歇息1天呗。我去烧个水啊。你平时都自己做饭啊？啊，我们大姑县衙呀，县太爷最喜欢做饭了。平时我们不公干的时候，他就在后院里烧菜，还研究各式各样的做法，我们跟吃就行了，根本不需要自己开火。我听你说，你是你们县衙最厉害的。当然了，师傅教的嘛。那，你师傅是什么门派的？这我哪知道？你不是会功夫吗？这都看不出来。我还真看不出来。好像木星大人也没看出来我是什么功夫。那你平时都练什么呢？跑。跑。我要是跑得慢了，是不是真拿石头打我？我跑。
道师傅有多狠，我只要一偷懒，他就会打我。哦。饿了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还是我来做吧，做饭是女人的事情。君子远庖厨，你不是读书人吗？孟子曰：“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说的是，不要造杀虐，不是不能做饭。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箱酒。啊，那是我们大沽县衙逢年过节发的，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也很少喝。今天不是一个人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好。我敬你。敬我？敬我干嘛？这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了，不知道该去哪儿，是死是活可能都不知道。怎么会？天地之间自有公义。我只相信你有公义。还喝？你先吃点菜，来，你尝尝这个，我做的。我想喝酒，我心里难受。你怎么了？你放心。我一定会将于焕杰和卓不凡缉拿归案的。大沽客栈的案子只剩他们两个了。我相信你，一定可以抓到他们。可是我难过，不是因为他们，我难过，是因为我自己。你自己？你怎么了？你可能不知道。一个人想做的事情，跟正在做的事情，完全不是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有多难过。此话怎讲？你不用管我，我不就是想喝酒，喝醉了，就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。我陪你。新丰美酒斗10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？王维少年行。算你厉害。寻芳不觉醉流霞，倚树沉眠日已暇。李商隐花下醉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唐文如提龙阳县青草湖。你问个男的，酒都让你给喝了。那你问。酒后高歌且放狂，门前闲事莫思量。白居易的最后，这也叫难？我让着你。那你喝啊。我喝。扰扰钟离氏，无穷不醉人。带入轮的劝入3饮酒。我知道，我陪你喝。
细细，忘极春愁，暗暗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栏意。你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。为伊消得人憔悴。从女巫能够直接看到我这里，就算有人来了，你肯定能发现，不用这样守在门口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在练功，我每天都是这个时辰起床练功，一直练到天明。你以为我像你们搞革命的一样，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？我这不是被你囚禁了吗？我们搞革命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的。你现在没革命可搞，赶紧滚回去睡觉，别打扰我练功。这么安静，练的什么功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不动。归西。滚！哎呀，反正我也醒了，要不聊聊？我还有一次你送的机会呢。柳林，你身为一个乱党，我待你不薄吧？我是真的不会把蒲提院封印的秘密告诉你的。那就别聊了。我正打算给你换个地方呢。为什么要换？你已经被人盯上了，待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也不可能每天不做事都看着你，所以我得给你寻一个稳妥点的地方待着。你要把我弄哪儿去？你身为乱党，能去的地方肯定不多。刑部有监狱，内务府也有羁押要犯的地方。刑部监狱的房子稍微大一点点，内务府吃的好一点点，你选一个吧。穆青大人，你真的忍心这么干啊？怕了。你们革命儿女视死如归，去大牢不应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才对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小云，你不知道吗？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替谁在做事？我叫张小云。
的女人怎么会在半夜3更闯进我的书房？我的女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？Expo 怀表相机，美国纽约生产，使用特殊的微缩胶卷，镜头藏在手表的表把上，焦距25毫米，光圈16，这种东西今年才刚生产出来，一般人拿不到，你就已经用上了，真厉害啊！我不知道。講啊，邊個俾你嘅？英國人、德國人，還是日本人啊？你知道嗎？我祖籍在湖北，所以名字裡面有個縣字。你叫小云。我記得你第一次見我的時候，說我們倆的名字有句詩，叫什麼來着？燕首風吞急，雲帆若鳥飛。我還記得你第一次在租界撞上我的車，然後在西餐廳偶遇，再一步一步的做我的女朋友。你設計得很巧妙，差一點我就信了。我差少少就信了。不說是吧？那我們就換一個問題。你真係鍾意我嗎？是。我也覺得，不過有點奇怪。你明明是來盜取情報的，為什麼總讓我有一種你真的在跟我談戀愛的感覺？我喜歡你。喜歡我？真的喜歡我就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，你為誰工作，你想盜取什麼情報？說。對於第一次任務來說，確實難了些，但你完成了，完成的還算不錯。雖然前期有些紕漏，但最終結果還是完美的。該拿的東西都拿到了。你被抓之後，始終沒有吐露任何信息，這一點你是值得嘉獎的。所以我專門送你一份禮物，跟我來。進來。你的第一份任務，你的第一個男人，知道你為什麼能成功？他其實已經懷疑你，但就是想要佔有你，才給了你機會。人就是這樣，就算再理智，面對情感時也會因慾望動搖。但是他們的理智在慾望得到發洩之後，又會再度回歸。所以你要記住，男人喜歡你也不代表他不會拋棄你，本性是永遠無法改變的。記住這一點，你就不會被傷害。我現在把它給你，用什麼處置它，你自己選。折磨他。報復他，弄死他，哼！你心裡的裂痕就愈合了。
第一次任务完美结束，以后的你将无往而不利。现手风湍急，举帆说鸟飞。笔宣诗意，茶寒雪来。王家洛，辱没斯文，妄读圣贤书，无耻至极，下流至极。我怎么能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下作事来？又不是你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廉耻吗？不是，林姑娘，是在下辱没了你，在下情投意合，男欢女爱，怎么就成辱没了？不行，没有婚约，没有媒妁，是万万不行的。况且你是我案子的苦主啊，我怎么能把你……行不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喜欢我吗？在下不敢唐突林姑娘。敢不敢？我现在都是你的人了，我喜欢，我愿意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在下不怕，在下只是觉得所做的事情太过失礼了，太过失礼。你要是还不回过神来抱我，才是真正的失礼吧。林姑娘，佳洛，我愿意能跟着你，我甘之如饴。
别说是武功高强的疯子了，连疯子都没找到几个。已经跑了几个县了，郊野也找，会不会没有这个人呢？说不定那个老疯子早都死了不在了。都已经找了这么久了，就继续找下去。就算这个人死了，也总得有个踪迹才是吧？大师兄说的对，这人只要想找，就一定能找得到。说，一个会功夫的疯子，肯定不会默默无闻，起码乡里的村民会知道有这个人。既然这个人存在过，总会问到。是，所以一会儿还得辛苦大伙儿，继续接着找。当然，说不定啊，这就是关键线索。多大？20来岁。叫什么？柳林。你远房亲戚的女儿？是。来投奔你？是。最近实在太过繁忙公务，思来想去就想到了麻烦哥哥。你是不会撒谎吧？啊？你远房亲戚怕是还不知道你已经从狱中出来了吧？啊。你是旗人，什么时候有汉姓的远房亲戚了？啊。20来岁的女孩，你远房亲戚这么放心交给你？啊。你别啊了，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即使你让我帮忙，我肯定答应。那就多谢哥哥了。不过我不方便说是帮你，你把他交给我，那就说是我的朋友好了。他读过书吗？读过，他也是留洋回来的。那好，那就是我留洋的同学了。乌兰山格格。对。你不是我看不起你啊，就算你是个4品带刀侍卫，跟格格离得有点远吧？认识很久了，从小就熟，算是朋友。你们这个封建王朝很少有主子和仆役能成为朋友的吧？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乌兰山是在英国读书，跟其他哥哥不一样。那他当年没有跟你们一起变法？她是女人。女的怎么啦？之前垂帘听政的不也是女的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到格格家去，你直接给我送到刑部大牢不就行了？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菩提封印是什么，我立刻放了你，不是更省事儿？那我还是去格格家吧。赶紧收拾收拾行李。哪有行李？你记着，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。你若是想逃跑的话，就别白费力气了。穆青大人，外面有日本人，有荣天岭，还有北洋，我落到谁手里都一样。倒是落到你手里还算好一点，毕竟你不是寻常的鹰犬。记住我跟你交代过的，去了乌兰山那儿就说是他留洋的同学，切记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说了好几次。哎，那乌兰山总知道是你让我去的吧？废话。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那个老疯子的武功厉害得很。好啊，总算让咱给找到了。看此人身形步伐，和浮屠寺的渡阿有些相似，用的应该也是少林功夫，是此人没错了。去拿他！此人套路这么乱，
怎么会如此厉害？乱吗？我看一点都不乱。阁下可是南少林达摩传人？不管，这老东西功夫可以呀。他已经神志不清，看来好好问话是不行了。30多招，能在掌门剑下30多招都不败的人，掌门要出剑魄了。饭店后门是这儿。上车。从后门走。你确定没有追踪的人吧？饭店那回就已经甩掉了。那还折腾什么？稳妥。到了。见过格格。你好，我叫柳林。不得对格格无礼。怎么无礼了？这可是我刘洋的同学呢，哪用得着你这些繁琐的礼节啊？请坐。母亲，你也坐。你不用担心，住在我这儿，不会让他委屈的。多谢格格。你是最近又要出门？或许要走，现在还没有确定。格格最近一直都待在府里吧？本来应该在，但是我夫君近日接到了北洋军的调令，要去福建上任。格格是要一同前去？倒是跟我商量来着，不过我还没答应，我不太想离开京城。你希望我离开京城吗？不敢干涉格格的决定，格格随自己心意就好。随自己心意就好。要是能随自己心意，还有什么烦恼呢？刚刚路过点心铺子，我就随便买了一些。
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尝尝。来，你也尝尝。以前不上课的时候，经常偷偷跑出来买点心，说起来也是有意思。这些个东西家里都有，根本就不缺，可就是觉得店里卖的要更好吃一些。以前木青经常买了，偷偷给我送过去，不敢拿手里，都是塞在他官服里面。每次我看到他正儿八经的向我走来，从衣服里掏出点心，都觉得特别好笑。许多年前的事情，哥哥还记得。怎么能忘呢？你忘了？不敢，不敢忘。上轿吧。都说了你是我留洋时的同学了，亲自送你进来怎么了？做戏做全套嘛。这间房原本就是留下来给我留洋同学回国时住的，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人来，你是第一个。啊，东西都是新的，随便用。留声机是英吉利的，那几个香薰是法兰西的，味道你要是不喜欢，可以让下人换了。不用麻烦，谢谢哥哥，已经非常打扰了。没什么打扰的。木青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做好呢？不过他应该跟你说了吧，在别人面前就不要提他了。吃饭和喝茶的时候，下人会来请你。你要是想来，就和我一起；不想来，就让人给你送到房里。谢谢。要是缺什么，直接说就好了，不用见外。哥哥不问问我和木青是什么关系吗？他跟我说了。你是他远房亲戚家的女儿啊。不凡，没事儿。此人是个疯子，用虫都没有用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他都已经疯了，还能重伤我？他若神志清醒，今日我恐怕赢不了他。这少林武功还真是可怕。你的伤严重吗？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受伤最重的一次。放心，调养几日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妈卖屁股！这老疯子不知道疼是吧？怎么样了，师兄？他声称是啥子都不说。我说了，他是个真疯子。那这里面都搜了吗？空空如也。那这叫什么线索呀？还查吗？这还怎么查呀？妈卖屁股！老子再去试一次。哎，师兄，他好歹也是大门院首座传人，落到如此地步，也算是悲戚。我看就算了吧。不凡啊，一个疯子，你还在乎啊？哎，确定是荣天亮？说的衣着装扮应该是他们。说来也巧，咱们的人无意撞见，就悄悄跟了去。好在人机灵没被发现，不一定让咱们的兵赶回来了。是往西郊那边去的？对，说好像停在一个啥破庙那边。破庙？破庙，
你师傅不就常在破庙里？卓不凡找我师傅，不太会吧？你师傅？不凡，分不出来，杀了算了。师兄，算了。有人，走吧。卓不凡，于焕杰，我师傅在哪儿？师傅？里面那个是你师傅？我师傅要是有任何闪失，我让你们荣天剑派灭门！原来他是你师傅。哎，别动别动啊！再往前一步，老子要了你的狗命！果然呐，一个县衙捕头，竟然敢千里追凶；一个县衙捕头，竟然有如此好的身手；一个县衙捕头，竟然敢直面我荣天剑派。王家洛，你藏得够深的。我藏什么？卓不凡，我师傅他不是一个常人，你一个剑派的掌门，竟然好意思对一个老人动手？没错，达摩院首座传人，就算是疯了，也的确不算常人。达摩院，别装了，达摩封印在你手上是吧？你就是达摩传人。果然没有一个局外人，什么千里追凶，你根本就是想抢我的戒律封印。卓不凡，我不管你什么封印不封印，我今天要先将你缉拿归案。王家洛，我劝你还是叫你的人把枪放下，然后给我退后。你若拒捕，我下令开枪灭你荣天剑派。你别忘了，你师傅还在我手里。师傅，王家洛，我不会再说第二遍。卑鄙小人！好，让他们把枪放下，退后。贾洛，地狱听令！要是没有枪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达摩传人，你真是辱没南少林的传承。老子是大宫县衙的，那你来抓我呀？我会的。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。达摩封印我也一定会拿到。不过呢，你最好让你的枪日日夜夜都跟着你。我必定将你缉拿归案。走。师傅，都他妈把枪给我拿起来，给我追！我带你去找大夫。贾洛，我现在去想办法。快去！师傅，坐。李拔，李拔，师傅，我在呢。
师傅，坚持一下，待会一分就来了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辛亥年5月初6，保和客栈30年之约。师傅，您休息会儿。辛亥年5月初6，保和客栈30年之约。记住了，师傅，记住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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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心上路。达摩传人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达摩手作的传人，竟然是我自己。你原本只是查案，但现在却卷入了这么大的事情里来，或许这就是宿命吧。宿命。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净坛秘藏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这次追凶，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。我算是什么传人啊？我认识师傅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疯子了，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算是他的传人吧？我真的是你的传人吗？就算是传人，也一定是那个最没用的吧？我什么秘密，什么传承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师傅临死前跟你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辛亥年5月初6，保和客栈30年之约。师傅从来都没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保和客栈是什么地方。你师傅既是达摩院首座，那个保和客栈是不是他藏匿秘密的地方？辛亥年5月初6，是不是让你在这个时间赶过去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这就是密藏的线索啊！
对啊。可是30年之约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傅在死之前，还指了指他肩头的纹身。纹身？什么纹身？根本看不清。但是那个纹身我一点都不陌生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我还小，读书读倦了就去找师傅习武，练累了就趴在地上睡觉。有一次，我活生生的被疼醒了，抬头一看，师傅在我肩头纹了一个和他一样的纹身。你也有？在我记忆中，师傅只有在那一瞬间是清醒的，之后又疯疯癫癫了。那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猜测，可能是师门的什么标记吧。你也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佳洛，你就别想这些了吧。不行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师父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既然我是他的传人，他的事情就应该由我做下去。况且，杀师之仇，不得不报，大沽血案。得不了，也好，都是庄不凡。